看到这机场的装潢，应该猜出来我在哪儿了吧？看到这么多这个像是宫殿的建筑，对啦，我来到了北京。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想来干嘛啦，当然是要来看最新开的国泰贵宾室了。国泰贵宾室上礼拜六8月16号开幕，那我赶快安排了我第一个假期，我就前来北京喽。北京首都机场的话，地铁直达还算蛮方便的。然后我们现在在第3航站楼，那国泰开的新贵宾室的话，在 T3的 ABCDE 的1区。好了，那我们现在已经check in完毕，我们就来过关，去贵宾室跟大家好好聊天喽。Let's go！ 好了，我们现在就已经通关出来了。那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北京首都机场。北京首都机场的话，规模非常的大。那就是第2航厦、第3航厦。第1航厦目前关闭整修，第2航厦是所有东航跟天鹅联盟的成员，然后还有海航集团的话都会在第2航厦。那第3航站楼的话，就是所有星空联盟成员、寰宇一家成员都在 T3航站楼。不过我们的小花虽然是天河是唯一的例外，也在 T3哦。所以等于是说，你今天当然是我们台籍的话来北京的话，都是来这个 T3。国泰的话也在这里。那因为这个航站楼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刚刚这个 T3分成 C、D、E 的3区。那我们的国际跟港澳台的话，都会在 T3的ABCDE 的1区。那国泰贵宾室的话，也在120的位置。过了海关之后，一出来就会看见这个爱马仕啦。那120的话就在这里了，国泰航空贵宾室就在这里。好啦，我们要去验证一下都市传说是否为真。国泰一旦开了贵宾室，该机场最强这件事情，我们验证一下喽。走。那顺便跟大家说，就是影片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会排一个顺序。那因为刚好上了这一集这个北京的这个国泰贵宾室，但是上海其实浦东我也拍了蛮多，或许也找机会插播一下好了。上次我来北京的话是搭华航回去，所以那一次我用的是中国国航的贵宾室，所以确实可以做一个比较是没有问题的。好了，我们看到了120 gate 就在这里，然后再往前面走，好了。熟悉的标志就在这了，到了，国泰航空就在这里。好了，我们到了招牌的 mark。这个艺术品它的那个颜色是采用的国泰的绿，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二维码，如果您想更详细了解的话，一会儿可以扫一个码，然后它可以出来的更详细的简介。这边的比较有纪念性意义。您可以凑近看的时候发现，这个是我们也是跟您一样，咱们香港的一位我们的会员，然后呢，他是经常往返于北京和香港，他自己把他的机票画的画送给我们。一进来就被这个大使服务所惊艳到，他很热情的带我参观。他说这是一个香港的会员，因为经常往返香港到北京，所以就把他的这个登机牌送给国泰，然后做成这样子的艺术展示品，然后有很多画画在这边。然后这边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西餐冷餐台，是早餐目前。然后我们中午的时候还会再换。那几点会换？大概是中午10点左右。那我现在这个时间因为还早，早餐的时间，等一下会换成午餐的东西。然后这边还有就是我们这种西式一点的麦片，我们都会有准备好。在这边是炒鸡蛋，然后有个番茄跟烤培根，在面包也是一定有的。然后这边一样是有冷肉啊、水果啊、酸奶啊，然后在这一柜，哇，这边的哈根达斯直接放在这边，随便你取用啊。现在给的是3种口味哦，标准的草莓、巧克力跟香草。这边是我们的中式台，然后这个下沉的这个柜台里面，我们准备的牛奶分别有全脂牛奶、脱脂牛奶，包括豆奶，就是满足所有人群的一个需求。然后这边就是有我们的小笼包，还有我们广东那边的虾饺。然后现在早餐的台子里面现在是有粥，小米粥、豆浆，然后还有我们油条，还有我们的酱牛肉烧饼。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弄豆瓣，然后格局的话跟香港很像。然后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菜单。这边的话有这个担担面、云吞汤面，还有这个荠菜素菜汤、卤豆腐，还有一个招牌北京炸酱面，然后港式流沙包。那怒多爸的用餐环境的话，也是跟其他地方差不多，这就是蛮标准的国泰的贵宾室的风格啦。唯一会不一样，我们可能就要期待的 Wing 重新开放，那是第3代新贵宾室。第2代的话都会长这样，这应该也是第2代改装重新开幕的最后一间了。因为不对，纽约那间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哈。不过我们这间很漂亮。这里有一个
较私密性的哦，真的。对，目前为止是现在没有开放。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的领导 leader 说告诉我们，可能说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我们会把这个地方给他预了解哦，哇，很棒哎，做的。香港一样是持平的。然后这里就是酒水吧了，这边就是整体的一个酒水吧。那各种酒类也都有。那我们来看一下红酒。红酒的话，一样一支的话是这个卡本内斯威翁，然后一支这个另外一支红酒。那我们还有什么香槟呢？哦，就是很基本的 Laurent Perrier 的 Brut 气泡酒。白酒的话是一支 Sauvignon Blanc， 这是南非的。那另外一支的话，跟刚刚同样的产区，这也是 Sauvignon Blanc， 所以这一间跟上海不一样，它没有纽西兰的白酒。然后这边也是有很多的 Evian 水，让大家可以自由取用的。然后摆装也是我们的设计师很用心，当时摆的时候，包括有多少毫米啊，它跟它的间距啊，它都特别细致的。然后下面是您可以去 DIY， 香槟在这里，然后这边主要就是一些啤酒 beer，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边 tea house。好，这等一下一定要来试一下。一定要试。这里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我们高级试茶室啊。对，然后一会儿这边还会有试茶，您可以去闻一闻。好，会给您介绍一下。然后这边我们还有一个 solo sofa， 就是一个人。哦，一个人，这个是非常好的设计。对，这个特别舒适，而且你看它这个抬起来就会有灯光哦，指向性，黄光对眼睛也好，很有温暖的感觉。就是我们国泰整个装修都让你会有宾至如归的。然后我们一共是这么一小排，就你看都是比较私密的，就不会说有其他旅客可以进来打扰到。哦，就是非常适合 I 人们，它有非常舒服的独立个人座位空间，像这样一整排，完全不会受到打扰的空间，像这样。然后这个区呢，就是对大家可以去分区的，你像那边开个小会啊什么的，这样子。这边也特别漂亮，看。这边有停到我们国航的飞机，然后对呀，有时候国泰的飞机也会停到这边接。最重要一点，我们的这个停机坪这里是520。啊哦，我爱你。对呀，很好。寓意就很好。你看这边521，反正一个520，一个521，是不是？这个通透的设计的这个风格，其实跟那个的 Deck 玲珑堂其实是很像的，就在机场的一个角落，然后有个通透的一个空间，等于是个半露天的空间，让外面的风可以这样就吹进来。其实这样的设计是会让旅客感觉非常舒服也轻松的。这是中午的菜色，已经换成了宫保鸡丁，还有这个饭跟这个荷塘小炒。那另外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这芝麻糊哇，我觉得这个好有特色哦。有的贵宾是吃到芝麻糊也是不错的事情，对。然后小笼包跟虾饺是全天供应的。好喽，满桌的食物上菜喽。这虽然商务贵宾室，不过弄得也是很澎湃，满桌菜呀。我们来一一看一下哦。最靠近的这4碗就分别是担担面、炸酱面、素菜豆腐、云吞汤。这2碗面我都叫它去面，都只有做汤而已。然后这是早餐的酱烧，就是算烧饼夹牛肉吧。然后这是豆浆，早餐的东西。然后这边的话有早餐的虾饺跟小笼包。那我因为运气蛮好的，我刚刚拿完之后，他马上就换了一些午餐的东西，所以我还拿到一些午餐的东西。这个是龙利鱼煎的，然后宫保鸡丁，然后这是荷塘小炒。还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实在拿不完了，所以我先拿这一些，因为看起来实在太好吃，我要来吃给大家看喽。也拿了2杯酒，分别是气泡酒跟那个 Sauvignon Blanc。我们的流沙包也拿来了，这是流沙包，也都是现蒸的，他送过来。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试吃部分喽。那我们按照往年惯例，我们第一口还是要先从担担面来试起喽。一样，先闻香一下，花椒油的味道非常的香。看来在这个台北、香港、北京、上海担担面都不太会出问题。哇，这个面的分量都很多，我叫它做小碗的。酱料100分，但面体不是捞面，不是我最喜欢的，不过酱料100分。再来我们来试这个炸酱面。哇，这炸酱面的话，我们就来先拌一下。这个国泰航空在各地都会有特色料理啦。那像上海就上海小笼包嘛，对，然后各地都会有。台北就是牛肉面嘛。那北京的话，我想来个北京炸酱面也是非常的合理的吧，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试一口这个
老北京炸酱面喽。炸酱面的面体是粗面，这面体是我喜欢的面体。它是比较有嚼劲的面体，然后它这个炸酱面，有个很大的好处，它刻意的酱料放的比较少，所以不咸。这炸酱面非常不错，炸酱面可以再吃一口，炸酱面好好吃。再来，我要先试哪一样？太多可以试了。我们还是先来试云吞好了。首先，这个云吞的这个菜也很重要，看菜有没有过熟过老。菜100分，刚刚好。云吞给的是2颗，2大颗。我们试试看云吞口味。云吞也是很困难的哦，就是一刀毙命，就是好就好，不好就不好。这个云吞它比较不是港式云吞，味道不一样，它比较是中国式的云吞，但是很好吃，味道是对的，这也是好吃的，里面的肉跟虾子很鲜。再来这是它有个素菜的汤的，然后里面配的是这个卤豆腐，那我请他去面，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里面这块豆腐怎么样。这个汤会让我想要尝一口因为豆腐的那个汤汁很香。这个如果有吃素食的朋友的话，这个会很棒。这有个素汤面的选择，素汤面很好吃。再来，我们要先来试这个早餐才有的这个酱烧饼牛肉。这块酱饼烧牛肉里面有牛肉，非常的香，搭上一口豆浆，这个有在地特色，这个也给过，很好吃。再来，总是不能错过小笼包跟虾饺嘛，这都是必定要尝试的东西。小笼包，小笼包中规中矩，不过它内馅有一个鲜味，但也不像蟹黄，不知道是什么。来试试看虾饺吧。虾饺的话，港式的那个味道调味是对的，不过虾子稍微小块了一点。再来我们来试一下它中午的，因为刚刚看到很多人拿这个龙利鱼，这个龙利鱼，龙利鱼不错，荷塘小炒有木耳，有莲藕，还有白果，这道也是素的。看来吃素食的朋友，如果来这贵宾室的话，蛮多可以吃的哦。宫保鸡丁。其实宫保鸡丁在中国贵宾室其实蛮常见的啦，但国泰摆盘看起来就比较好吃，我觉得都很推荐。但是如果要排名的话，早餐时段来，我觉得你这个酱饼烧牛肉一定要拿，配上豆浆，这个仪式感100分。炸酱面也是仪式感100分，一定要点。担担面，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面体的话，这个可以跳过。然后这个素菜的汤，你今天不吃素，我觉得也可以喝一碗这个汤，吃点这个豆腐，蛮好吃的。云吞也是不错的，那小笼包也是值得吃一颗。好了，我们甜点时间的话，刚刚豆浆我还没有喝完，然后这个流沙包，然后出现这个这是绿豆饼。那我刚刚有跟他们建议说，下个月可以换成月饼喽，中秋节要到了。然后这个是黑芝麻糊，那我刚刚白酒还没喝完，所以我们现在是甜点 part。好了。甜点部分有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们先是流沙包好了，因为毕竟这个香港贵宾室嘛，流沙包是一定要有个基本的来。我们来品尝流沙包，打开来里面的流沙真的是很多，吃一口看看。流沙包酱料好吃，皮稍微厚了一点。再来，你刚好跟他建议，他刚刚又来跟我聊天，对我刚好跟他建议就是换月饼，对。不过我们现在试试看他现在的这个绿豆饼。有点像台湾绿豆椪，里面的绿豆是蛮香的，饼酥也蛮不错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来试这个，我很期待。我觉得芝麻糊很不错，我自己很喜欢吃芝麻糊，虽然是蛮胖的东西啦，不过芝麻糊好吃，而且养生、长头发、美容。这个加一点牛奶也很好，甜点部分很满足。中式甜点的选择蛮多的，西式的话有那个起司蛋糕，还有哈根达斯冰淇淋。我等一下看看我还有没有肚子吃，我再去拿好了。因为我今天已经刻意就是为了来拍摄贵宾室，我已经刻意就早餐没吃，但是能吃的东西还是太多了。我今天大概是1点40分的这一班，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来跟大家聊聊
国泰在北京的现况，因为这贵宾室先介绍先。好，那我先把甜点吃完。我们刚刚门口进来左边那一区的话，就是有 Foodhall Noodle Bar。那我们先看右边这一区喽。右边这一区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 Tea House 名茶坊喽。我们来看一下。那这边的话就是刚刚有菌的茶，那这边会有专人帮你有这个泡茶的服务，像这样。这边有绿茶、毛尖绿茶啊，还有白茶打底的茉莉茶，还有2款乌龙茶，一个是凤凰单丛，这个是我们限定款，还有一个是蓝茵，你看有没有喜欢？好啊，那我就试这一款凤凰蜜兰香。这是这边的特色的乌龙茶，那其他的茶的话，毛尖的话是绿茶，然后也有银针茶，还有铁观音，还有普洱薄荷。那这边还有让你试闻的一些瓶子。我们现在就躲在这个很舒适的个人沙发座位，就像一个小包厢一样，不太受打扰，跟旁边人也有空间。那我选了一个最角落，哇，这位置好舒服啊，感觉就与世隔绝了。然后我请他准备了一壶茶，是这边的凤凰蜜的这个乌龙茶。我们台湾的乌龙茶也很有名哦，所以我们来比一下这个乌龙茶品质如何。那当然就要配一些甜点嘛，对不对？那有这壶茶，甜点的话，我刚刚犹豫很久，冰淇淋一定要拿一个，然后刚刚因为没有吃到起司蛋糕，一定要拿一个。我犹豫了很久，我还是多拿了一块这个绿豆饼，因为我觉得这个绿豆饼应该配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对，所以我还是都拿了。然后旁边就有一些植栽，这个位置真的非常舒服。我想如果在这边等飞机，这个位置的话完全不觉得局促。这个设计我觉得是蛮好的，空间感真的很棒。然后这座位也都是新设计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呢，我们这个小桌板哦，不但是可以转动的，来给示范给大家看哦。所以你要工作也是很方便的。然后小桌板还有无线充电，在这里。所以小桌板是可以无线充电，然后可以放一点食物。我觉得这边休息是非常舒服的，也考量到客人有这个充电的需求，所以真的是非常不错。那我们就先来喝一口茶吧。这乌龙茶是蛮香的。如果跟我们华航长荣提供台湾的这个金萱乌龙比起来的话，金萱乌龙的话香气会更足，然后喝起来感觉会更厚。那这个的话，它比较有一个花香的味道，然后喝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浓郁，对，有一点点的蜜香味。但我觉得这个茶的话，台湾的茶更厉害。台湾的金萱乌龙啊、蜜香红茶，我觉得比这个更厉害。但是在贵宾室这样做也算是不错啦。我们现在试一口甜点好了。绿豆饼我想不用试，一定是非常搭配啦。我是很好奇起司蛋糕，因为这种西式食物在中国比较不容易做得好。它是软起司，它不是硬起司。配一口茶。以中国来说的话，它做的酱是不错的，它是软起司，所以没有那么浓郁，然后也没有那么甜。哈根达斯这个一定没问题嘛？它这个有一个好处哦，我确认一下，因为我拿起来手感是，它这个是已经调整成你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吃的温度。你看我这样轻轻挖就挖起来了。这一点很好，因为有时候就是拿出来跟石头一样，还要等半天，口感也不好。它这个是已经做的就是一拿出来就可以挖的最好的温度，这点很贴心。那我觉得就从这一点开始往下讲好了。我觉得这一间贵宾室，国泰新开的这一间，其实上礼拜6有发新闻稿，然后听说国泰的 CEO 有亲自过来做这个开幕的这个仪式。那也把这间贵宾室定义为就是 flagship， 就是一个旗舰版的商务贵宾室。它虽然不是头等版本，不过它是旗舰版商务贵宾室。我想这一间是国泰非常非常的重视的一个市场。那怎么说非常重视呢？我们撇开政治因素不谈了哈，我们本频道不谈政治哦哈，就是北京一定是一个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航点，因为上海当然是商业需求旺盛，但是不要忘记所有跟政府相关的部门都会在北京。那这些公务出差旅客自然也是国泰非常想要掌握的客群，所以这间贵宾室的话，国泰是非常用心的重新打造。那其实从贵宾室开幕之前，从国泰安排的机型，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国泰对于北京这个市场是非常的有力度的在推广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班次上面，那当然香港的话，出发到中国内地所有城市，自然是上海的班次是最多的，但是北京也不遑多让哦。北京现在一天已经7班了，一天已经7班了。
1天7班的话，就是已经要逼近东京2场的水准了。东京的话，成田是6班，羽田是2班，东京是8班。不过东京8班里面有一班是京停台北，所以如果要讲的是直航 non-stop 的话，就是7班。所以北京现在的航班已经跟东京持平。当然啦，北京有部分的航班还是用321载体机，东京的话当然全是宽体机啦，所以东京运量还是更大的。不过班次上面的话，已经快要跟东京并驾齐驱。那我想跟曼谷啊、新加坡啊都是已经并驾齐驱了，对，然后也赢过马尼拉。那离上海还有一段距离，离台北还有一段距离。那本来1天6班增到1天7班，增加的航班是晚上出发前往北京，然后北京清晨出发，所以北京现在早上7点25分就有一班很早的班机可以往香港。那晚上香港也有一班很晚的可以到北京，所以这样就是让两地的来往旅客是更加方便的。这第一个是班次的部分。第二点，我觉得比第一点更加的重要，就是机型的安排上面。大家知道国泰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是快速的复苏当中，所以机队并不是很够，尤其在等待779的新头等舱，非常的辛苦啊。波音快一点，波音快一点，波音快一点。所以目前的话就是359、35K 长程的主干机种。那现在国泰在用心改造是777，因为本来是期望7719顺利，就是前几年就要进来，那就要汰换掉直接777了。看起来我们777 310还要再战10年。对，永远不会那么快，即便进了，也是用非常缓慢的速度做替换。所以呢，国泰本来的777的话是有3种配置，没有1R版，就是我们短途的，就是最常出现在日本航线还有台日航线的所谓的我们的奴隶舱，就只有商务跟经济的大板凳的这第一种。那777 310R 的话就分成有头等跟无头等，本来分2种了，有头等跟无头等。头等就是旧式头等，6个头等的那个位置，我在002给大家拍过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现在就是说，他现在把有头等的陆陆续续要做改装，要拆掉，改成尔雅商务舱。所以现在是有头等的慢慢被改装成尔雅商务舱。那装了尔雅就没有头等了，所以它是尔雅商务舱、尔雅豪金舱，然后跟经济舱3舱等。所以现在的国泰变成是有3种777 310R，有头等的这个架次已经不多了，有尔雅的这个架次也不多。对，那大部分的话就是还是那些旧版的，就是旧版没有头等的777 310R是比较多的。对，所以现在谜底要揭晓了。第一个是有头等的这个777 310R基本上都服务长线呐，就是长程线嘛。像国泰现在有SURF长程的，就是伦敦、纽约，还有那个洛杉矶。现在国泰有长程线有SURF头等舱的，只有3个航点而已。对，那短程线会SURF头等舱的。雪梨墨尔本有时候是季节性航班，会派这个飞机去飞，但不会 SURF 头等。旺季的时候派777 310R去飞，但是头等当商务卖。我讲的是有 SURF 真的头等舱服务的航线，长线只有3条，伦敦、纽约、洛杉矶；短线只有2条。那我想大家应该猜出来了，因为我刚刚前面已经做了比喻了，答案就是东京跟北京。我想东京大家不会意外，因为东京自然是国泰在亚洲，你要说它不是最重要之一，我觉得很难说得过去。我想东京不用讲，东京一定是亚洲各航空公司最重要的航点之一，绝对是的。那所以东京有 SURF 头等，就是香港到羽田早上出发的那一班，然后傍晚回来的那一班是有 SURF 头等的。那再来就是北京，早上9点出发的这一班往北京的是有头等的，然后大概就是1点40分回去，也是我今天要搭乘回去的班机。不过我今天没有搭头等啦，因为满了换不到，也买不到，所以这第一个是有头等的，是有 SURF Only 北京跟东京。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最新款的尔雅商务舱。那尔雅商务舱，你看到它放到哪一个航线，自然也是重要的航线嘛，因为一定是重要的航线才会上这些新的最豪华旗舰的新改舱的飞机嘛。那长程线目前有 SURF 尔雅的，就是伦敦，我想这个大家不意外，对不对？温哥华这也不意外，就是国泰非常重要的跨洋洲的航点，伦敦温哥华。那8月份开始之后，就2025年8月份之后，也出现在雪梨跟墨尔本，对大家就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嘛。那一样，短程的话，台港线 EQV， 所以你有时候会遇到尔雅，但不会固定是尔雅商务舱。对，那之前东京有短时间的话有，对，那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 right now 有固定 SURF 尔雅商务舱每天飞的航点，在亚洲里面就是北京。早上7点第一班从香港出发的那一班到北京的这一班，中午12点回去的这一班是使用的是尔雅商务舱，所以
非常明显的，国泰非常重视北京市场，无论是目前为数仅有全世界surf 头等舱的5个航点里面，3个长线，2个短线，2个短线里面就是北京跟东京，那这已经代表北京的地位了。那再来就是最新款的尔雅商务舱的推出，北京也是 regular 每天都会拿到一般的尔雅商务舱。那所以现在也在这边就是盖了自己全新的一间贵宾室，并且它也自己定位叫做 flagship 的贵宾室。好，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普洱，这个普洱很不错。我觉得如果台湾人的话，我们来这里那个乌龙可以不用试，对我们台湾的乌龙比较厉害。刚好跟他反映，我说，下次来台湾喝喝看，我们台湾的金萱乌龙啊、蜜香红茶，其实都蛮厉害的。过来这边的话，他们这个普洱蛮好的，还有说他们那个绿茶不错，那个什么煎的，不过绿茶我没有那么爱了，对，所以我可能比较喜欢普洱。我们再来继续聊，因为这个贵宾室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刚刚先从就是国泰对于北京的这个航线网络上面派放的这个频率啊，跟机型跟大家做介绍，再来我们就讲这间贵宾室本人了。这贵宾室的话，当然是国泰在2026年，就是下半年最重要的一个 reopen 的贵宾室。那旧国泰贵宾室的话，当然就是蛮弱的。那这个新的当然就是非常的强。那这贵宾室有几个大特色，我们优缺点都讲。我们先讲缺点好了。第一个就是它没有淋浴间。但没有淋浴间的话，我想这也是所有亚洲的贵宾室国泰短程航线的，就是 SOP 吧。你看台北没有，上海也没有，曼谷没有，新加坡没有，马尼拉也没有。对，就长线贵宾室的话才要配淋浴间。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说缺点，也可以说不是缺点，就是一个不加分项目。那备品的话 ，Benford 没有问题，我刚刚去浴室、厕所检查过了。第二点就是没有酒吧，台北是有酒吧的哦，然后曼谷是有酒吧的，新加坡没有酒吧，马尼拉有酒吧，上海没有酒吧，对，然后东京羽田有酒吧。我觉得我们之后应该来做一个那个 Q&A 哈，就是那种测验题。这间没有酒吧。好，这是扣分的部分。那加分项就一个就多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茶，对，茶包到处都有。不要有派一个专人，好像他们刚刚讲这个视茶师，这个有的专人帮你倒茶这个服务的话，我想就只有在香港的玉衡堂头等贵宾室，还有 The Wing 头等贵宾室有专人帮你冲茶。头等等级是有，商务贵宾室没有。那在新闻稿上面也有指出的是，香港之外首间。就是有专门的这个 Tea House， 有专人帮你冲茶服务的贵宾室，全球唯一，除香港之外，外山贵宾室唯一，这就是它大的加分项目。这第一个。第二就是，除香港之外，全球外山贵宾室唯一有配有这个大使服务 （Ambassador Service），就是刚刚进门的时候有个人带我介绍，那个人就是了。那他说他们这边配了4名视茶师，4名这个 Ambassador Service。那我刚刚就有问他说，那请问这个大使服务主要是就做什么呢？他说初期的话，当然贵宾室刚开幕，就带客人多了解环境啊，这是初期的目标。那当然中期、长期他们希望做的事情，当然就是说跟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就是让你来这边。你的这些常客，如果常从北京出发 ，base 北京的朋友，他们就希望可以认得你，然后跟你打招呼，让你有回家的感觉。等于是国泰有专门安排这4个人在这边去认识客人，这个倒是蛮特别的。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成效会什么，但是至少用心度上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就像说。有时候是某些饭店如果常去住，那你常 check in， 可能就是会有人开玩笑说啊，你去就刷脸就是说你也不用拿什么证件，别人就知道这个人是你的这种感觉。对，那这边的这个 Ambassador Service， 我听起来就有点想做，就是刷脸服务的意思。这些人他们可能非常常来北京搭飞机。不管是公干还是出差，还住在这边的人，那总之你常来，他们就希望有这个专人在这边是可以去认得你。就除了一般的 lounge staff 之外，有一个特别的 ambassador 去认得你，然后记得你的喜好。maybe 你可能特别来，你就特别喜欢吃什么喝什么，他就带你帮你先准备，然后会跟你闲话家常，会跟你当朋友一样的聊天，让你觉得来旅行来出差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所以说各位如果base北京或你常来北京出差的话，我觉得你常来这个宾室，你一定会被认得。然后而且这个宾室。因为它并不是绿宝石贵宾室，它是蓝宝，所以能进来的人其实是很多的。也就是说，你其实只要是一个蓝宝石，那你或大商务舱，你经常进出这个贵宾室的话，我想你就是会被列为这边的 VIP。那这边的这个 ambassador 他就会认得你。那我觉得这也是这是软体服务上面很用心。至少目前我听到的华航、长荣、星宇并没有专人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其他间。
贵宾室我倒是还没有被刷脸认出来过啦。有常在国泰航空的贵宾室，在香港的话，有一些职员可能就刚好看过频道，就会过来跟我打招呼。对，那我也很开心。对，但是你说有专人服务做这件事情，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对，所以这是国泰航空对于这个北京市场，我觉得这2大点，就 Tea House 跟 Ambassador Service 这2点是我觉得非常用心，投入非常大的资源，因为这些都是大量的人力成本。那刚刚整个贵宾室的话，服务人员真的也是非常的多，到处都有人站着，随时等候帮你服务，就这真的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在空间上面的话，我觉得你要说这一间很大，倒是没有。对，这一间我觉得占地没有上海的大，不过这也合理，因为航班也没有上海多嘛。就右边我们现在这一个空间就是一个休息空间，跟左边noodle bar跟吃东西的区域，它大概就是3大区块而已。哦，对了，刚刚他有介绍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是 VIP room。那这个的话，我在其他贵宾室好像也没有见过。我也问他，我说这是会像 The Bridge 那样保留给钻卡吗？他说是也不是，对，因为那空间保留给钻卡，我觉得又太小，就真的是个非常小的一个 room。那我觉得就是给 you know 就是特别 VIP， 就是有些人maybe 他就是不能露脸，或是需要独立空间的，比如政府高官啊，或者是艺人的，就会进到那个房间去，所以他又保留一个小小的房间是特别 VIP。这贵宾室我觉得设计的巧思很多，出发点跟很多贵宾室不太一样，那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贵宾室。好啦，那讲来稍微做个小总结。我上次搭华航回去的时候，其实在这边我用的是国航贵宾室。那国航贵宾室其实蛮好笑的。国航贵宾室的话，你用 PP 龙腾就可以进，而且还可以进它的头等区域哦。所以上次我其实有进这 T31的这个国航的头等的区域。那大家看我的表情，应该知道答案了哈。就这间真的是大胜啦！就国泰航空在北京首都机场的贵宾室，应该是全北京机场首都里面最厉害的一间，没有第二，第2名跟它差太远了。那间国航头等跟这个完全不能比，就食物的品质啊，服务的质量啊，然后装潢的格调啊、风格啊，然后里面这整个的氛围完全不能比。我有看几篇报道，就是想说有一个报道的标题我很认同，他就写说，就是说用英文写啊，就是说国泰航空是一个非常懂得如何做贵宾室的航空公司，这点我非常认同。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贵宾室的话，你如果看到国泰、看到卡达、看到Qantas这个御3家，你就不用犹豫了，就直接进去。这3间的话，所有外站贵宾室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水平，而且都基本上是该机场最好的贵宾室之一。Qantas、卡达还有我们的国泰这3间的贵宾室，外站贵宾室做的素质真的都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的话，一定可以来尝鲜。剩半小时左右，我们要过去准备登机了。最后我还是拿了招牌的 cookies， 还有蝴蝶酥作为我们的 ending 咯。非常香港的 cookies， 蝴蝶酥不错。那我们还有一个还没有讲，就是那你要怎么来这个贵宾室？其实北京机场因为有2场。首都跟大兴，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寰宇一家里面有蛮多的成员都很希望拉拢南方航空进入。那其实大家可能听到要找南航，会以为是广州，其实不是。其实 AA 跟 BA 他们都想要找南航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之前在北京都拿不到好的时间带，因为北京首都机场基本上完全被 CA 就中国国航所控制住。那因为大兴机场的话就是南航的主场，其实南航一直都是把北京当作第2主场在经营的，只是因为这家首都机场它的时间带不够。但大兴机场的话，就基本上南航可掌用的资源就很多了，所以其实 AA 和他们就是之所以想找南航，除了为了中国国内先接驳之外，也是为了可以在北京取得好的时间带。好，所以大家应该听出端倪了哈。BA 的话已经停飞北京了，何时复飞不知道。如果复飞，也很高几率有可能会在大兴。好，那 AA 的话，美国航空已经转场去大兴了，卡达航空也转场去大兴了，所以卡达如果都去大兴了，基本上我觉得 BA 之后，假设有交易日，如果有机会复飞北京，我觉得可能去大兴几率也很高。马航目前是没有飞北京的，
对，你没有听错，马航目前没有飞北京，Qantas 目前也没有飞北京。事实上，Qantas 现在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中国航点，它连上海都停掉，现在只有香港而已。那所以寰宇一家成员，你这样扣一扣，是不是几乎没有了？对，所以基本上现在在北京首都机场，我刚刚稍微顺手查了一下，你如果进来这间国泰贵宾室的话，基本上你只有2种选择，就是国泰跟日航。日航目前在北京的话，就是1天2班，成田1班，羽田1班。斯里兰卡航空是有飞北京的，而且用的是北京首都机场，一周是3班，周2、周4、周6。马来西亚航空也用大兴了，所以目前湾沃的伙伴其实基本上就是美国航空，然后卡达航空跟马来西亚航空都去大兴了。那刚刚有查一下，连那个摩洛哥航空也是在大兴。所以基本上留在首都的现在就剩下国泰，然后日航，还有一个那个斯里兰卡。不过我刚刚猜的没有错，斯里兰卡航空北京出发时间是半夜，它是00:12点的15分20分出发，那个时候国泰贵宾室已经关门了，因为国泰最后一班是晚上好像7、8点从北京离开，所以在那之后贵宾室就关掉了。对，我们回来要总结，总就是你要来这间贵宾室的话，基本上你的选择就只有搭国泰前往香港转机，或者是日航前往成田或是羽田，没了，没有别的选择了。其他的话都在大兴或航班时间不对。那这些的话是国泰今年2025年8月16号最新开幕的贵宾室哦，欢迎大家来走一走。在台北过来的话，其实也蛮方便。然后顺带一提，北京现在出发前往部分城市的票价也非常的优惠哦。我自己也买了几张票当做休行，对，我觉得是很便宜，应该说我买过最便宜的休行票了。对，所以刚好搭配新贵宾室，大家来走一走，那其实蛮好的。那这间的话，在国泰自己的官方上面，它新闻稿上定位为就是一个旗舰版的 flagship 的商务贵宾室。那我觉得它这个旗舰版的意义就是说，它不能叫头等，因为它没有基本头等元素，比如说阿拉卡特啊，很好的淋浴间啊等等，这元素它没有，所以它不能称为头等贵宾室。然后酒也没有到顶，但商务的元素它有之外，我觉得它所谓的 flagship 的这个旗舰，是指说它在软体服务上面，它加入了很多大量的人力去做这个支援，包含这个 ambassador service 啊 ，tea house 的专门的帮你倒茶、做茶叶的这个人员，所以称为旗舰贵宾室。空间占地并没有很大，但非常的温馨，食物的质素也相当不错，尤其吃素食的朋友来这边的话，你的选择是非常好吃的。好啦，那就是今天这一集给大家开箱最新的北京首都机场国泰航空贵宾室。我们下一个要有这么有动力的，不过下一个有点困难的，因为下一间要开全新贵宾室是在纽约 JFK， 那一个我可能就很难说飞就飞了，那个太遥远了，对，太遥远了。不过那一间我非常想去，毕竟它是划时代的，是国泰航空第一次要在美国北美洲做一个头等贵宾室，所以我想呢一定会有相当高的规格，而且在一个新的航厦，新的 new 的 T6，所以我想一切都会是非常棒的，让我们可以好好期待那一间。好啦，那国泰环球贵宾室系列还持续下去哦，我们还有好多集拍了还没有上的，大家陆陆续续期待好吗？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